海童在后院找到了正在练太极的丈夫，她笑问：“你怎么也练起了太极？我还以为你在跑步呢，奶奶呢？”她出来的时候没有看到奶奶，按理说奶奶这个点应该在院子里练着太极的了。去了老八那边，说他体检的报告，有些今天能拿到，叫老八陪他去医院拿报告。海童哦了一声，理解地道：“我就知道奶奶待不住的了。老八有了喜欢的人，还是管成的，不用坐飞机跑来跑去，奶奶能坐得住才怪呢。又叫你休假在家带贝贝吗？”海童在一旁看着丈夫练太极，她还没有学会这些动作。平时锻炼身体，要么是跑步，要么就在健身房里。她总觉得练太极是奶奶这些老人家健身的。今天上午我无法休假在家带娃了，我带贝贝去公司吧，忙的时候让秘书照看一下她。海童说道：“你忙吧，我送贝贝去大姨家里，让大姨看她半天，等奶奶回来了再去接她回来，想必大姨是很乐意的。商无痕兄妹3个生的都是带把的，现在商太太也变得更喜欢女娃娃了，还说算是理解战家诸人怕女娃娃的热切了。当家里的孩子都是皮实的主调皮小子时，就觉得软萌的小女娃更可爱。我上午要去菜场一趟，带着贝贝不方便，否则我都带着贝贝去公司了。海童今天要带几位客户去他们的菜场实地考察过，才能签合同订单。他们的公司现在不仅仅是供应蔬菜的了，已经发展多元化，不过主要还是供应蔬菜为主，也给那些学校呀、公司呀送货。战印练完了太极，停下来后，长童在一旁拿起他带出来的毛巾递给他擦汗：“还是送到大姨家里去吧。大姨也整天念叨着要我们带贝贝去她家里吃饭。”战印觉得与其他们带着女儿，还不如送去给商太太照看，商太太也乐意带贝贝。大姨的小孙子还没有上幼儿园，正好和贝贝玩。海童嗯了一声：“我等会儿打电话给大姨，让大姨8点过后来接贝贝过去玩。奶奶应该中午就会回来了。奶奶爱玩，由她吧。过去一段时间老限制着她老人家的行动，她也闷坏了。我爸妈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我等会儿打电话问问。等老七和兰若若订了婚，他们就能回来了吧？也有可能他们想在阳城多玩一段时间，咱们能应付得过来，别催他们。”海童说道：“还跑步吗？我去跑上2圈。2个小家伙等会儿要上学，你看着点。战印跟着他走，我陪你再跑2圈。他们会自己照顾自己。司机等着送他们上学，不用管他们。只有儿子一个人时，战印还会看上2眼。有苏猛在，2个小家伙也有伴，他压根儿就不用管了。虽然2个小子很调皮，但都是家里的长子，还是有大哥的聪明沉稳的一面，又比同龄人聪明懂事，父爱不泛滥时，战印都不用管儿子，夫妻俩便在后院跑步。等他们跑完了2圈回屋里，宝宝和乐猛刚好背着书包，被管家一边手一个牵着出来：“爸妈早安。”看到父母手牵着手进屋，宝宝停下来向父母问好，苏猛也礼貌地问好：“战叔叔，海阿姨。”夫妻俩都点了点头。大少爷、大少奶奶，我先送2位少爷去学校。管家笑着说。海童嗯了一声：“开车慢点，不用着急的，还早呢。”大少奶奶，我知道的。管家带着2位小少爷走了。2个小家伙边走边扭头向海童挥手说再见。上车后，宝宝对苏猛说道：“阿蒙，你有没有觉得我爸妈才是真爱，我就是个意外？”苏猛说道：“一样的，我爸妈也是真爱，我是充话费送的。之前我爸妈就我一个孩子，也就我堂弟能分走一下爸妈的注意力。现在我妈妈有了，不知道是弟弟还是妹妹，我爸妈都不管我了。我在你家里连续住宿，愣是没有一个人过来接我回去。他们可能还觉得我不在家里，他们耳边清静呢。”管家失笑的道：“小少爷，
大少爷和大少奶奶很疼你的，老夫人他们也很疼你。你是老夫人曾孙辈的第一人呀，感情是不一样的。猛少就不要抱怨了，我记得昨天下午你们放学时，你爸爸都亲自去学校门口接你放学。你说你要跟我们小少爷回来，不想回家，南少不得已才将你留在我们这里的，可不是他们不想接你回家。苏猛吐吐舌头，但还是说道，他们也是巴不得我不在家的，嫌我在家里太调皮，总说我3天不打就上房揭瓦，天天要我练功，要我学这个学那个，一点都不好玩。管家说道，你在这里一样要学这个学那个呀，要学的都不能停不能丢，那不一样，有宝宝陪着我，我知道不是我一个人受苦就开心了。他要学的也不少呀，爸妈都说他是长子长孙，白酒不离十，他以后都会是战家的接班人，以后要当这个家的要努力学习，要努力学这个那个的，要十足的优秀，才当得起这个家，才有大哥的风范。他当大哥的一定要比弟妹都优秀，才能让弟妹们信服他，敬畏他。像叔叔们就很服爸爸的，也敬畏爸爸，因为爸爸是叔叔们的大哥。宝宝知道自己的使命，不管父母要他学什么，他都学得很认真。他本就聪明，学什么都学得又快又好，倒是比苏猛要好一点。我希望我妈妈生个弟弟。苏猛对宝宝说道。为什么呀？苏叔和君姨都想要个女儿的，你不也想有个妹妹吗？总羡慕我有妹妹呢，我还有一个表妹，妞妞是她的表妹，表妹也是妹妹，她等于有2个妹妹了，好兄弟可羡慕她了。苏猛一本正经地道，我爸妈总说我皮得很，像个猴子似的安静不下来，等他们再生一个儿子，我弟弟比我更调皮，我爸妈就会知道我的好了。他渐渐长大懂事了，而弟弟还小，有了对比，爸妈就会觉得他最好。管家失笑的道，猛少，你爸妈也很疼你的，现在的孩子总是这样，觉得自己的爸妈不够疼爱自己。我知道，我不是说我爸妈不疼爱我，是他们总吐槽我就要多一个弟弟，有对比才行。我也觉得我妈妈肯定是给我生小弟弟的。宝宝对管家说道，我也觉得君姨肚里的是小弟弟。管家对司机说道，完了，南少的愿望落空，这小兄弟俩的嘴巴像开了光似的。几位少奶奶怀孕时，这对小兄弟都说是小弟弟，结果几位少奶奶生的全是小少爷。大少奶奶怀上2胎后，小兄弟俩经常要趴在大少奶奶的肚子上，叫着妹妹，说就是妹妹，还真是妹妹贝贝小姐的出生，打破了战家几代无女的僵局。别说战家人欣喜若狂，就是在战家工作多年的他们这些工人也是欣喜若狂。顿了顿，苏猛又说，如果我妈生了妹妹的话，宝宝我就会和你一样的了。你不觉得我战叔和童姨更疼爱贝贝吗？正常呀，妹妹还小，爸妈当然会更关注妹妹，就是我最疼的都是贝贝，你不疼贝贝吗？宝宝的反问让苏猛说不出话来。想了想，苏猛说道，我疼贝贝，贝贝就是我的眼珠子，我长大后要娶贝贝做老婆。一落，宝宝就给了他一拳。宝宝骂道，你敢抢我妹妹，我要告诉爸爸。他们虽小，但由于父母过于恩爱，他们是懂得老婆的含义的了。宝宝就一个妹妹，自己的好兄弟居然说要娶他的妹妹做老婆，就是抢他的妹妹，当然要告诉爸爸了。管家笑道，好了，2位小少爷别闹了，你们还小呢，以后的事谁都说不准的，变数太大。不过小少爷和猛少从小一起长大，以后必定是铁哥们，而猛少又是看着贝贝小姐长大，也等于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2家门当户对，属于世交。贝贝小姐长大后若是嫁给苏萌，战家也能放心。贝贝注定了兄弟一大堆，他以后恋爱不容易啊，兄弟们会帮他把关，敢爱上他的男人也不容易。符合条件，
又不惧怕战牧尘兄弟的，更能让战家长辈都满意的人选，还真是苏猛。现在说这些还早得很，谁知道孩子们长大后有什么变数呢？有时候青梅竹马长大后并没有结成夫妻，反而成为异性兄妹的，两个人也就是打闹一番，很快又换了话题。小孩子呀，就是这样。两个小家伙说了什么战印夫妻俩不知道，他们回到屋里，先上楼换过衣服，又进了卧室看贝贝，见小家伙还在熟睡，夫妻俩便轻手轻脚地出了房间，下楼用早餐。海童还没有打电话给商太太呢，商太太先打电话给他了。他接听大姨的电话，商太太在电话里直接问他：彤彤，大姨想贝贝想得慌，能送贝贝来我家里玩一天吗？看着那几个小子，我头都大了，得看看贝贝可爱的样子，才能勾出我对孙贝的那点爱了。海童扑哧的笑，大姨，我刚才还和战印说，奶奶去了老八那边，上午不回来，想着送贝贝去你那里，让你帮我看半天的呢。你就打电话过来了，我想着大姨若是没空，就由着战印带贝贝回公司了。我公婆还在阳城未回，保姆一大堆，但没有一个家人看着贝贝，谁都不放心。商太太笑道：我哪没空呀，我闲得很，你不用送过来，大姨在去你家的路上了，很快就到，我接贝贝过来就行。老太太去老八那里了吗？老八有动静了，喜欢上谁家千金了。看来大家都了解老太太，老太太平时是不错眼的，看着她的宝贝曾孙女，舍得放下曾孙女跑去其他孙子家里，想必是那个孙子有了喜欢的人。老太太呀，最喜欢八卦的了，用老太太说的，吃瓜都要吃热乎的，哪里有瓜吃，她老人家必须跑在第一位。老八有喜欢的人了，是曾家的千金。曾家属于医学世家，一家人都是当医生的。曾小姐现在就在我们管城的医院上班，是个长相甜美、很有福气的姑娘，我见了都喜欢。曾小雅的颜值在海童妯娌当中排不上号，但她那张圆脸很喜庆，看着很舒服，讨喜得很。不管是海童还是老太太，一见曾小雅就喜欢。你那些个妯娌哪一个不喜欢的？你们处得像姐妹，从不闹矛盾，大姨也欢喜欣慰。海玲在江城当凤家的家主，她在凤家如今就是天是地，她说了算。虽然嫁给了陆东明，却不用和婆家人生活在一起，距离产生美，自然不会有矛盾。商太太本来最担心海童处理不好与妯娌之间的关系的，又担心海童的妯娌家世背景强大，看不起海童。还好那些都是多余的，海童跟妯娌们处得像姐妹，像知己好友，从来不会闹矛盾。那几位战少奶奶不管家世背景有多强大，在海童这个长嫂面前都是恭恭敬敬的，因为战家所有人都帮着海童巩固长嫂的地位。那几位少奶奶还没有嫁入战家，就看出来了海童的家世背景或许不如他们，但在战家，海童就是长嫂，就是当家少奶奶，以后的当家太太，海童的地位谁都撼动不了。再者，他们的丈夫对海童敬重的很，他们自然而然就敬着海童这个长嫂。除了宁云初之外，其他几位少奶奶平时不在管城，交集的少，也不会闹什么矛盾。老太太当初亲自帮几个孙子挑的孙媳妇，挑的都是人品极好的，目的就是为了延续战家和睦的好家风。如今商太太一点都不担心两个外甥女了，妹妹在九泉之下也能安息了，两个女儿都过得很好，如今也儿女双全。大姨，我和姐姐都过得很幸福，你不用担心我们的。商太太笑，现在大姨是不担心了，以前说不担心那是假的，她自己就是在毫无背景的情况下嫁入商家，不讨婆婆的喜欢，过得有多艰难，她最清楚了。